你朋友张老三穿越异界，但因为过于贫穷，租了一间超级便宜的房子。他再便宜能便宜过我呀？我现在租这房子1个月250，包水电。他这个只要住满1个月，房主送他2500块。你这不扯呢吗？这样的条件，那除非他是凶凶宅呀！怪不得找我呢。请帮他活过今晚。房子在3楼，张老三用房主给的密码打开了门，一股淡淡的臭味扑鼻而来。张老三用手驱赶着难闻的味道，慢慢走进了房间。房子是3室1厅，宽敞干净。客厅除了沙发、茶几之外，甚至没有多余的家具，所以显得有些空旷。凶宅这个东西啊，讲究个应对之法。咱们现在先弄明白它是怎么个凶法，所以呢，你先探查一下这几个屋啊，动静小点千万不要惊动了小可爱。本来张老三还没怎么害怕，你说完他怕得要死。此时是下午6点半，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。张老三推开2个次卧的门，但除了崭新的床和家具，没有更多的东西。厨房一尘不染，崭新的烟机灶具一应俱全。厕所看上去也很一般，洗衣机和热水器都不像是新的，但主卧室却装修得格外漂亮。崭新的床和吊顶，墙壁上贴着精美的壁画，看起来像是房东想要让住在这里的人享受到更好的环境。主卧装修的格外漂亮那啥，你呀先吃饭，完该干啥干啥啊！10点之前呢，尽量上床睡觉。老三问为什么要在10点之前？因为熬夜不好呗。别废话了照办就完事儿了。老三叫了一份外卖，简单的吃了一口饭，随后便打开了屋里的灯，一直玩游戏到10点左右，才回到主卧室上床睡觉。躺在床上的老三非常害怕，精神紧绷，一直坚持到11点左右，眼皮才开始沉重起来。而就在他半睡半醒之间，房间某处突然传来咚的一声。别动保持镇定。不管是什么小可爱，你越害怕，他越猖狂。你张嘴问话吧，问问他是谁。老三用颤抖的声音问了一句：是谁在敲打我床？你可别唱了，一会儿没有也让你找过来了。屋内顿时又传出一声：你这么问，你是不是不会说话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就咚3下。明白了，但是这沟通有点困难呐。这么的我问你答，如果是的话，你就咚1下；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就咚2下，明白没？你是不是搁这房子里头没的呀？那你是不是自己想不开没的呀？不是那你是需要我们帮忙帮你找出凶手吗？明白了，这么的吧。我们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能量，最多就是帮你找到凶手之后报案。可能咚咚声突然狂躁了起来，房间内的灯光开始剧烈闪烁。别激闹，我这兄弟胆儿贼小，你给他吓死可没人管你了咚咚声似乎逐渐安静了下来。哎呀，脾气还挺暴。那先确定你的身份吧，你是男孩吗？女孩那你是不是20岁到30岁之间？我可不是冒昧我就是尽量确定你的身份那你是房东的亲戚吗？不是对了，还有个问题忘问了，就是在这个房子里头没的人，就你自己一个人吗？你朋友张老三穿越到了异界怪谈场景，便宜的出租屋来个前情提要吧。 Previously， 张老三租了一个很便宜的出租屋，半夜睡觉时，房间内却出现了咚咚的异响。于是你开始和咚咚声对话，咚1声代表是，咚2声代表否。我问的是，在这栋房子里头没的人，就你一个吗？咚咚2声响起之后，屋内的电灯突然啪的一声完全熄灭，张老三吓得用被子蒙住头，剧烈的颤抖起来。那现在在这栋房子里头的小可爱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呀？那还行。我直接这么问吧，凶手是这栋房子的房东吗？不是的话，那范围可太大了。一个年轻的女孩在这么大的房子里遇害，你之前是一个人在这住吗？不是就对了，是跟其他的女孩合租吗？那是不是跟你男朋友啊？3下，为啥敲3下啊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最多就敲2下，为什么不能直接否认呢？是不是你未婚夫啊？凶手是你未婚夫啊？未婚夫那就是婚房呗，合着这房子是你的你是房东啊？
哦，未婚夫，就算知道是你未婚夫，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？这栋房子里有没有你未婚夫留下的线索呀？有啊，搁哪呢？哎呀，我这么问他没法回答。在客厅吗？那在卫生间吗？在次卧吗？在主卧吗？在这屋吗？哦，在这屋啊。那你能不能把灯打开，别吓唬我兄弟，让他好好找找，这不都是在帮你吗？灯光重新亮起，张老三慢慢从被子里探出头来，惊恐地打量着四周。个废物，赶紧起来，找这屋里的蛛丝马迹，我帮你问，你找啊。那个姑娘啊，这个线索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指纹吗？哦，那是凶器吗？那是不是凶手身上掉落的东西啊？都不是吗？这人下手挺干净啊，怎么可能一点都没？不对，姑娘啊，我问你，这线索是不是指向被害人的呀？哦，是尸体吗？我知道了，只要是找到尸体确认身份，我们就能找到你未婚夫了。你在床底下吗？那你在柜子里吗？那唯独这个屋子有吊顶，你是在房顶上吗？吊顶里头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怪不得你声音是咚咚的。你朋友张老三穿越到了怪谈场景提婴寝室，请帮他活下来。我拦一句啊，就这个提婴是啼哭的婴儿吗？要是的话，这活没有2万块钱，我指定不接哦。通关奖励给你18800，另外给张老三安排一个一次性技能东东妹。在上一次出租屋怪谈中，你帮助张老三成功救出了埋在墙壁中的女孩，虽然女孩已逝，但她肚子里的孩子活了下来，所以女孩为了报答她，打算在彻底消逝之前以规则形式存在，帮你们解决10个问题。提问形式跟出租屋时一样，他只以是或者不是回答你。哎呦啊，老妹儿地道哦，有你我曾放心了。怪谈开始，深夜的4人寝室之中，一个疑似婴儿啼哭的声音将宿舍几人全部惊醒，包括刚刚穿越的张老三。几人惊惧地对视一眼，婴儿啼哭声再次响起，他们都下床查看，但唯独张老三上铺的男生一动不动。婴儿啼哭声很快停止，而当他们检查上铺男生时，却发现尸体已经凉了。你需要帮助张老三还原事情经过，方可通关。没关系啊，老三呐，我安慰你2句。基本上怪谈里头涉及到婴儿的，一般都是凶到了极点，红衣服女的来了都得靠边站的那种。所以说你呀，要没的话，也就是嘎一下子，哎，没有痛苦。所以说你也别怕哦。他刚才确实是没怕。此时的宿舍内只剩下3个人，张老三以及对面床上铺的老上和下铺的老夏。老上慌忙的想要冲出去找宿管，却发现不管如何拉拽，房门如同焊死了一样，根本打不开。而老夏则拿出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宿舍里已经彻底失去了所有通讯信号。密室解谜呀，让你们出去才怪了。你先冷静一点啊！首先，它既然是解谜，它必定有线索。你们最好在下一次婴儿啼哭响起之前，找到这个发出哭声的东西，这可能是很重要的线索。张老三尽量压抑住自己的恐慌，劝说2人开始寻找线索，但他们都不记得刚才哭声发出的位置。所幸宿舍不大，3人开灯开始翻找，但是灯光几乎是刚一打开，便突然啪的一声，坏了！老三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别怕。就是说，如果他连灯都不让你们开，说明这个屋里呢有不能见光的东西。你有点心理准备啊，就是一会儿不管你发现什么东西，不管那俩人说啥，你都别搭茬，尤其是不能口出冒犯之语。听明白没？张老三表示暗暗记下，几人便开始打开了手机自带的手电筒，在宿舍翻找了起来。他们找了床下、柜子、抽屉、行李箱，甚至是水壶里，均未发现可疑物品。那这样，老三你也表现一下啊，你去趟你上铺，翻翻尸体的床上或者是身上。张老三双腿发软，但不想被你瞧不起，所以他硬着头皮选择去床上翻翻，并要求另外2人给他照明。在尸体身上翻找的时候，偶尔接触到对方的皮肤，张老三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他咽了咽口水，手中突然摸到了一个可疑物品，似乎是一个玻璃瓶子。就在他将瓶子拿下来的那一刻，张老三感觉自己的耳边吹来了一股凉风，并不冰凉，却很刺骨。你可以尿裤，但是别回头，假装没事下床看
看看这个瓶子里头是什么东西。张老三的裤子开始逐渐湿润，心中的恐惧稍稍缓解。他颤抖地下了床，将瓶子放在桌上。这是一个透明的扁玻璃瓶，瓶口宽大，里面大概有4、5块黑红之物。女朋友张老三穿越到了怪谈场景，提婴寝室，请帮他生存。来个前情提要吧。Previously， 深夜宿舍内响起了婴儿啼哭之声。3人醒来之后，发现上铺已经有1个人死亡。几人翻找之下，在上铺床上发现了一个玻璃瓶子，里边装着一些黑红之物。哎，这指定又是哪个好男人的战利品呐！对面下铺的老夏突然说他明白了，并胸有成竹地推断出了事情经过：大学、恋爱、怀孕、学业为重、流产、婴儿复仇。老上也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，估计就是哪对小情侣的荒唐事儿罢了。不对，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，这孩子怨气不能这么重。果然，老夏推断完之后，屋内狂风大作，寝室窗户开始疯狂的开合，似乎是在表达着某种焦躁和不满。张老三慌了，询问你是否可以把东东妹叫出来，让她帮你解决问题。东东妹就能帮你解决10个问题，你现在没什么线索，瞎问一通，那不全浪费了吗？你这么的，你先弄清楚上铺这个死者的基本信息。咱们现在呢，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确认这个死者和这个孩子的母亲是什么关系。张老三开始向老上和老夏询问起上铺死者的具体信息。他叫小帅，一个临床医学专业的大4学生，家境贫寒，长相帅气，成绩优异。他有一个处了1年多的女朋友，叫做小美，两人感情极好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语音聊天。但最近老上和老夏却几乎没有听到他打电话，而小帅买了一个崭新且昂贵的电脑啊，这信息就不少了。老三呐，你把那个东东妹叫出来吧啊，咱问几个问题。张老三小声地呼唤东东妹，并敲了敲墙壁，问她是不是在这里。墙壁发出咚的一声轻响。你们已经消耗了1个问题。我操！老三，你这智商真是不断刷新我的下限呢。东妹啊，我先问你啊，这孩子是小帅和小美的，对吗？啊，那小美是不是已经去世了？小帅是不是不知道小美去世了？就这个事儿里头是不是有第三者啊？那这个第三者是男的吗？哦，那是小美的闺蜜吗？行，这个流产手术是小帅亲自完成的吗？那我再问一个就差不多了啊，就是这个小美的闺蜜家里头是不是挺有钱有势的呀？哦，行吧，那事情呢我基本上是问完了啊，但是好像还剩一个问题，也别浪费啊。这么的，我问问小美，她现在是不是就在这个屋呢？啊哈，那你看这个故事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小帅和小美是一对恩爱鸳鸯，虽然家境都一般，但是俩人憧憬了美好的未来，说不定已经私定终身，毕业就结婚的那种。因为若非如此的话，谁家处1年对象还天天打电话呀？这叫双向奔赴的爱情。可就在这个即将毕业的当口，小美怀孕了，这对他俩来说呢是好事儿，因为小帅也认定了这个女孩子了，以他的家境能娶到小美已经是完美了。因为如果小帅一开始就不同意要这个孩子的话，早几个星期打掉，这孩子都到不了这个小瓶里，那会儿太小。可是呢，这个时候小美的闺蜜很可能是她一直深爱的小帅啊，所以她插了一脚，用自己显赫的家世能给小帅一个光明的未来为要挟，让他亲自拿掉了他跟小美的孩子。小帅心动了，因为如果他能和小美的闺蜜在一起，往少了说，少奋斗一辈子。他知道小美肯定不能同意，但谁叫他是学医的呢？他想办法把小美弄迷糊之后，可能就在这个大学的医学实验室里亲手的毁掉了自己的孩子。小美醒来之后呢，就去寻了短见，而这个孩子之所以怨气这么大，那就是因为他的父母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放弃他。他本应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，本该经历这个精彩又苦难的世界呀，最后却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扼杀在了娘胎里，能不恨吗？张老三讲述完了这个故事，灯光突然开始微微闪烁，一阵女子低吟之声传来，如泣如诉。她说闺蜜根本就不喜欢小帅，也不会对她的未来负责，她只是单纯的不想看自己好过罢了。她说谢谢你，故事还原，她已经能够带着孩子离开了。不是这就走了？那你闺蜜？小美说她已经为闺蜜安排了一场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。
你朋友严老八穿越到了怪谈场景养老院，他将成为一名护工，请帮他活过1天1夜。通关后，你将获得奖金50万。又是大凶之地呀！这活我告诉你啊，我要不是缺钱，我都不带接的。我最近是嗓子不好，爱吃橙子，这50万他怎么不得买好几斤呢？行吧，开始吧。老八在护工休息室醒来，时间是下午5点半左右。老八身上穿着绿色的护工服，在门上发现了4条规则。规则1，这是一份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，无论那些老人说什么，都请无视。规则2，老人的食物和水温度很重要，请您在他们用餐时提前尝一下食物和水，以确保温度合适，不要让他们闹肚子。规则3，护工需要保持强壮的身体，以帮助备孕老人。所有的护工都必须每天锻炼，同时也要好好保养皮肤，尽量不要受伤。规则4，老人都有一些奇怪的习惯，如果你晚上听到一些奇怪的动静，请千万不要外出查看。锻炼身体可以理解，但为什么保护好皮肤呢？又不是参加真人秀那种比娘们儿还娘们儿的男的。别怪我老提啊，我是真恨这帮废物啊！华夏影视行业就是被这种人带歪的一群不争气的东西。还有这个规则2啊，为什么非得尝一下子呢？感受温度的话，那手也行啊。说不上哪儿不对劲儿啊！你先出门看看地形吧。老八走出了护工休息室，这里没有想象中的空旷，往来的年轻护工有男有女，和老八穿着一样的衣服。走廊里有或扶着墙壁走动或坐着轮椅的老人，他们和护工开心的聊天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。这么和谐吗？这都是表象，你继续找吧啊！关键线索都在细节里头。此时楼道的铃声响了，美妙的电子女声提醒大家到餐厅去吃饭。一些护工或搀扶着老人，或推着轮椅朝着某个方向走去。一个扶着墙走路的老人冲老八招了招手，老八赶紧上前搀扶住老人，也朝着餐厅方向移动。老大爷笑呵呵地询问老八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，比如今年多大年纪了，平时睡眠质量如何，有没有什么大病，甚至还在说话的时候把手伸到老八的身上抚摸。老八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这老爷子是不是有啥特殊癖好啊？不过根据规则1啊，你可以完全忽略他说的话，不用搭理他。另外你必须要注意一件事儿，就是你千万别着急去领饭，你尽量往后拖。你看看其他的护工给这些老人吃饭的时候，他尝不尝那个食物？既然有其他的护工，咱就做一个参考。老八表示明白，搀扶到餐厅之后，他将老人送到一个桌子旁坐下，便快步离开了。此时有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护工朝老八喊了一声，叫他过去帮忙打饭。老八没有借口，只好跟随着护工的队伍往外走。但此时老八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之前这些年轻的护工搀扶着老人走路看不出什么异常，但现在他们看起来却并不像是年轻人，他们步伐缓慢，精神萎靡，脸上的笑容十分僵硬，有些人的双眼更是犹如梦游一般朦胧，走起路来有不同程度的摇晃，排队行走宛如一群行尸走肉。哎呀，规则3里的前半段没有红字，说的可是所有的护工都要锻炼身体，而且还都是年轻人，不可能走路都这样，说明这根本就不是身体上的问题。你也别表现得太正常哦，你也跟他们一样上一点，别穿帮哦。老八很快加入了摇晃大军，来到了地下1层领饭。他们将饭装在一个小车上，2菜1汤，用对应的号码牌送到餐厅的每一个桌子上。老八的小车上有4个人的饭菜，需要将饭菜送往6号桌。你该崴脚了哦，进门的时候这个机会就不错。老八在进入餐厅时故意崴了一下脚，摔倒在地。周围的护工并没有过来帮忙，而周围的一些老人则是用一种冷漠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老八，有些人的眼中甚至出现了一丝嫌弃。老八重新站了起来，一瘸一拐地推着小车走进了餐厅。由于他崴脚耽误了时间，很多护工已经开始了给老人们尝饭。护工们用勺子和筷子把饭菜和汤都尝了一遍，随后分别递给那些老人，而老人们竟然贪婪地将护工用过的餐具用力地在嘴里吮吸干净，才开始享用饭菜。那种陶醉的表情让老八无法理解。这不难理解呀，所有的护工都精神萎靡，恐怕就跟尝饭这个事儿有关。
你朋友严老八穿越到了怪谈场景养老院，他将成为一名护工，请帮他活过1天1夜。Presley， 老八在厨房领到了自己的餐车，需要送到餐厅的6号桌。在门口，老八故意崴脚耽误了时间，发现其他的护工已经开始替那些老者品尝饭菜了。而令人惊讶的是，那些老者用力地吮吸护工使用过的餐具，脸上的表情都十分陶醉。陶醉？咋的？护工的哈喇子上有蜂蜜呀，尝到甜头了。哎呀，你可真脏！老八慢悠悠地推着车来到了6号桌，拿起了第一份食物，准备尝一下温度，却在这饭盆的下面发现了3条规则。规则5，请务必满足老人的需求，不要违背他们任何意愿，这对你非常重要。规则6，身穿黑色衣服的老人没有必要对他们太好。规则7，为保证老人身心健康，我们为老人准备了丰富的精神娱乐活动，即欣赏护工下棋，请开动脑筋，展现你的聪明才智。哎，发现疑点了啊！规则5是个突破口。规则5前半句是满足老人的需求，红字看似是同样的意思，这都跟规则1这个绝对规则相悖，所以还是无法区分红字的好坏。但其实不严。首先，规则5红字是不要违背任何意愿，这个任何这俩字就非常的绝对，这个才是跟规则1相悖的。但去掉红字的部分跟规则1根本不冲突，这个我一会儿再给你解释啊。你只需要知道现在红字大概率是坏的，既然它是坏的，那咱们就不用尝。哎，你爱吃不吃，他们嘟囔啥你也别吱声，就这么干，先看看他们能啥的。老八放下了拿起的勺子，直接将餐盘端到了桌子上。几个老人顿时疑惑地看向老八，老八直接忽略了他们的眼神，放下所有餐盘后推起小车就跑。另外，你看看规则6里头提到的这个黑衣服的老人都在啥地方？老八推着餐车四下走动，终于在餐厅的一角发现了几张桌子，这些桌子上坐着的都是身穿黑衣的老人，照顾他们的护工心不在焉，有些甚至玩起了手机，而有一些甚至在强行给那些老人喂水喂饭。奇怪的是，穿黑衣服的老人大概有20几人，却全都坐着轮椅，不会说话，眼睛里写满了惧怕和绝望。被人强行喂饭的老人用力地摇着头，饭菜抹到了他的脸上和前胸，护工却用勺子撬开他的嘴，强行往里灌汤。锋利的勺子边缘将老人的牙龈戳得血肉模糊，老人却只能无助地发出呜呜的声响。所有的黑衣服老人都不能说话，而且全都坐着轮椅，这里头肯定是有线索。你这么的啊，你也上去帮忙，你就帮那个正在喂饭的护工。规则里头没写不能干预其他人工作，大概率是不触犯规则，而且你不要直接干预，你就站在他旁边，你看他怎么办。老八推着餐车来到了那强行喂饭的护工身旁，这护工是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，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用无神的眼睛打量老八，随后嘴角出现了一丝笑容，这笑容并不僵硬，似是发自内心。他将手里的饭菜递给了老八，随后拿起了一个杯子，快步离开了。老八看着护工离开，有些发愣地看向黑衣老人。黑衣老人嘴角流着血，先是惊恐地看着老八，似乎是看到了老八眼里清澈的愚蠢和憨实，他剧烈地挣扎了起来，竟然勉强从身下拿出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，艰难地写起字来。老八从颠倒的角度一时间没看懂老人写的字，但清楚地看到老人是写了7个字。可是当老人将纸条交给老八时，老八却只看到了6个字，上面写的是我想死，帮帮我。哦，你看着他写了7个字，但是只有6个字。你看看这几个字之间有啥明显的间隔吗？的确，在我和想这2个字之间有一个突兀的间隔。那你现在就当着这个老人的面把这6个字念一遍。老八轻轻地念了一遍纸条的内容，老人却突然惊恐地睁大眼睛，剧烈挣扎着从老八的手里夺回了纸条揉碎。他重新写下了7个字，但当老八拿起纸条时，仍然是那6个字：我想死，帮帮我。不用给他了，这显然是个怪谈的陷阱，我们现在已经掉进这个陷阱里了。我要告诉你一个残忍的事实啊，我们现在必须杀了这个老人，才能不触犯规则，因为规则5说的是务必满足老人的需求，这个老人没有说不包括黑衣老人，那就是包括。
不管他纸条的内容是不是他原本要表达的，但我们看到的现在就是这个，所以必须满足这个需求。可老爸说规则1说的是可以无视老人的话，这就是我为啥告诉你规则5和规则1不冲突。规则1说的是无视所有老人的话，而除了说话之外，写字也可以传达信息，所以只要不是说话传达的信息都必须满足。别犹豫了，今天这个人必须得死。你朋友严老八穿越到了怪谈场景养老院，他将成为一名护工，请帮他活过1天1夜。Previously， 老八在餐厅发现了黑衣服的老人，他们正在被护工强制喂水喂饭。老八过去接管了一名黑衣老人，老人向老八递出了一张纸条，老人写字时是7个字，但老八看到的却只有6个字：我想死，帮帮我。而你推断这是规则的陷阱，既然看到了纸条，那么必须满足老人的需求，将其杀死，没有必要亲自动手啊！根据纸条上的内容，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到他。比如说最简单的，你把这个纸条就交给那个穿红衣服的护工试试。黑衣人在其他护工没看到的情况下给你纸条，显然他纸条的内容是不能被护工看到的，而且其他人看到这个纸条上他的字儿很可能跟你看到的都不一样。老八犹豫了，他觉得这样对老人太残忍了，毕竟他是老人唯一的希望，而现在你却要他出卖老人，这好吗？这不好。我理解你的善良哦，但是你拿起来刚才那个护工逼他喝的那碗汤尝一口，你告诉我那是啥？老八用手指沾了一下那黄色的汤，很咸，而且有一股。你通关这个怪谈之后，这怪谈可能会破解掉，但如果你现在触犯规则了，你可能暂时救了他，但你死了。他们所有人都会无休止的遭受这种虐待直到死亡，你觉得哪个好点？这老头看穿了老八的憨实和愚蠢，却没有想到他背后还有一个你。他疑惑地看着老八走向了红衣护工，并将纸条递给了红衣护工。老人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恐惧，他剧烈挣扎着想要移动轮椅，但红衣护工已经带着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，命令几个护工强制将老人推回了宿舍。随后红衣护工命令所有护工将老人们带到娱乐室，老八也跟随来到了另一个房间。这里摆放了许多棋盘，有围棋、象棋、五子棋、军棋、跳棋、斗兽棋。红衣护工要求所有护工两两一队开始下棋。这里头你会玩哪个呀？老八说他最会玩象棋，那就选象棋。规则7里的红字意思是展示你的聪明才智，那既然红字是坏的，反义词就是隐藏你的聪明才啊，你也没啥可隐藏的啊，反正越傻越好吧。所以你只能输啊，不能赢，而且还输的不能太假。老八说想输的话，那应该选一个不会的呀。那不行，会的你才能保证输，不会的我怕你蒙赢了。有道理。老八找了一个象棋的棋盘坐下，在棋盘上发现了3条规则。规则8，若是不幸有老人去世，请千万不要通知家属，立即将老人送往地下1层。规则9，老人们需要充足的睡眠，并且非常怕光，每晚11点请务必巡逻检查一次，帮忙关闭灯具、电视机，并确保所有老人都安详睡去。规则10，我们的伙食非常健康，多以流食为主，不定期提供美味的瘦肉粥，请一定不要浪费食物，享用干净哦。最后祝您住院愉快，选择本养老院是您最明智的决定。送往地下1层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那厨房就在地下1层吧。按照你的要求，老八玩了2个小时，输了2个小时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老人对他有兴趣了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从老人的休息区里推出了一个担架车，车上是一个黑色的袋子，担架车径直推往了地下1层。大概过了20分钟，走廊内的大喇叭开始广播明天的早饭将会有皮蛋瘦肉粥，老人们顿时欢笑着交谈起来，言语间似乎对明天的早餐充满了期待。啥玩意儿啊？我今天晚饭安排的就是皮蛋瘦肉粥，你让我咋吃呀？娱乐时间结束，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9点，所有护工都将老人送到了休息区。老人们的休息区是集体宿舍，4人1间，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连接，而护工们的休息区就在走廊的另一端。10点，许多宿舍内的电视机还在响，10点半就已经有很多宿舍响起了鼾声。10点50分，整个养老院都彻底安静了下来。但就在此时，走廊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
脚步声先是非常缓慢，随后是正常，再随后是奔跑，急速奔跑，疯跑，来来回回持续不断，甚至偶尔夹杂着一些兴奋的笑声。打开窗户看一眼，看看是啥玩意儿啊？老八说，规则4提到老人都有奇怪的习惯，出现奇怪的声音千万不要外出查看。哎，咱也没外出啊，这不在屋里查看吗？有道理。老八起床来到了窗边，透过窗缝朝外面看去，伴随着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一个怪异的黑影在窗前掠过，速度之快不似人类。就在此时，一阵闹铃声在老八身后响起，吓了他一跳。走廊的奔跑声也戛然而止，原来是11点整，提醒老八出去巡逻的闹钟响了。好家伙，这走廊里是有个096啊！不过你现在可以出去巡逻了啊！刚才你开的窗户，闹钟响了，外边那东西肯定是不跑了，快出去吧啊！哎，等等，你拿个手电筒，功率越大越好啊！老八换了一条新裤子，找到了一个大功率手电筒，打开门来到了走廊。他先是探出头左右看了看，走廊里静悄悄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影。哎，放心，他肯定是藏在暗处看着你呢啊！暂时不会贴脸。老八颤抖着进入走廊，来到了老人们的休息区。宽大的玻璃窗户可以看到里面老人的睡觉情况。由于光线昏暗，老八只能趴到窗户上往里看。他一个接一个的窗户看去。当他来到9号房间时，他看到一张床上的老人背对着他侧躺在床上，在假装睡觉，因为他身体在不停的剧烈起伏。停，你就这样看着他啊，咱们又落入规则的陷阱了。规则9让你确保老人安详的睡去，这个他妈显然不安详，所以你还不能走啊，你只能在这儿盯着他，等他睡着了才能离开。按照之前的种种线索，这些护工肯定只是为老人们养的提供年轻躯体的容器。但我之前不太明白的是，他们到底是直接霸占这些年轻护工的身体，还是在夺取他们的生命力呀？事实证明啊，两种方式都有老人选择的可能性更大。那种黑衣老人就是被互换了身体的护工，而精神萎靡的那些护工就是被不断吸收生命力的人。而很显然，这里的老人基本上都知道并且接受了这些，加上刚才在走廊里奔跑的那个速度，说不定就是哪个刚刚获得了新生命力的老人在试验自己的体能，他们有可能就是怪谈的本身。老八听得精神太过集中，只知道盯紧那床上的老人，但当他余光看向其他床铺时，顿时惊恐地发现，另外3个床铺上的老人竟然消失不见了，他们刚才明明还在的。他骇然看向了门口，只见3个黑影正姿势怪异地定格在原地盯着他。哎，本来还以为能简单点，等他睡觉就过了，没想到还是得对抗一下子。打开你那个手电筒啊，然后把走廊的所有灯全都打开。似乎是察觉到了老八的意图，那3个黑影嚎叫着朝老八冲来。老八啪的一声打开手电筒，惨叫声顿时响起。老八继续打开了走廊灯，整个养老院顿时回荡起恐怖的嘶吼和怪叫。哎，这下都安详了吧？